赛车比赛前一天，我把爱车烧了，宣布退赛。一时间，我后援团退粉无数，路人粉更是回踩严重。将我视为唯一的竞争对手的云君墨却假惺惺发言：没了他，我一个人的山头就太冷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希望他能重回赛场，和我一较高下。我冷笑，上辈子我精心改装过的跑车跟他的一模一样。不管我如何放出自己亲手改装的全程视频自证，只要云君茂对粉丝哭诉一句，那就给秦里用吧。他比我需要，我可以靠实力取胜，我就成了他们口中无耻的恶贼。后来我刚启动车子，却被里面的零件直接炸成了植物人。他的粉丝也纷纷责怪我罪有应得，为什么属于我的一切，我的事业，我的女友都变成云君墨的了？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发布赛程的那天，第50次测试，咱们结果还是稳居第一。胡毅激动地一拍我后背，我猛地朝前扑去，不是不能动弹的植物人，我竟然重生了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胡毅还以为我是因为赛车的性能高兴，大笑着让我赶紧去准备明天的比赛。等等，我却猛地喊住了他，车的数据先别提交，我再去看一眼。一边往车库跑，我一边调出了云君墨提前发布的数据，无论哪一处都跟我如今的车有着天壤之别，所以上辈子我浑然未觉。可当我跑到自己的赛车前时，网页突然刷新了。秦哥啊，怎么回事？云君墨更新的数据跟咱们一模一样。胡毅脸色铁青地追出来，急着打电话找人要投诉云君墨。我面色难看，却伸手拦住胡毅。数据提交能截止到0点，不急。前世，云君茂状似无意地把2组相同的数据发到网上，号召粉丝网暴我。就因为这1分钟，我连忙发布自己亲手改造的证据，都被他粉丝阴阳怪气。科技真先进啊，视频都能 P 了。谁不知道顶级赛车手比的就是改装技术？你干脆把我们君墨人也偷走，给你开车算了。君墨本来就要为这一次的荣誉赌上自己的一辈子，你们还借着权势欺压，有没有天理了？我的团队甚至都因此遭了祸，出门被人扔了一身臭鸡蛋，连家都不敢回。我只能通过自己的技术想让他们信服。谁料车一启动就直接在原地炸了，整个跑道上就剩云君墨没被波及，顺利拿到冠军，享尽荣誉。可我的车就连专业的科研人员里里外外检查了无数次，都没发现任何会引发爆炸的原因。所以云君墨的粉丝们甚至说我干了亏心事，遭天谴了，死了也活该。所以就连变成植物人躺在病床上，我也天天经历着惨无人道的凌虐，甚至连呼救都不能，只能祈祷有好心人能给我个痛快。直到我父母被网暴到抑郁，跳楼自杀。我已经订婚的女友许之巧挽着云君墨的手，装成粉丝的样子拔掉了我的氧气管，再对外宣称我这个植物人畏罪自杀了。我含冤而死，双眼无论如何都闭不上。所有上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我一定会让真正负罪之人付出代价。这比赛几十年不一定能不能办下来一场，你这一辈子就等着机会，怎么能因为这个放弃？云君墨那边你别管，把车检查好，无论如何我们都上场。胡毅夺走我的手机，把我和车关进了地下室。我死死咬着后槽牙，把车里里外外全部检查了一遍。就算是有人故意泄露，但只要零件差了0点几的差距，表现在数据上就会有极大的差别。而我车上的零件还都健在的情况下，云君墨怎么可能找到与我完全相同的零件呢？就算真的让他找到了，那同样的条件下，为什么独独我的车会炸？我绞尽脑汁回忆着那天的情形。云君墨会营销，所以身边总是围着一圈圈粉丝，根本没机会靠近我的车。而他当时身边搂着的正是我女友许之巧。我心脏猛地被无形的大手攥紧。恋爱长跑8年，我坚信他会与我交换戒指，却不料是挽着陷害我之人的胳膊，断我生路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猛地站起来，甩掉杂乱的思绪，把车上全部的零件一个个拆下来。为了这次比赛，我足足准备了3年，对这些冰冷的零件都有了感情，断不是能轻易舍弃的。可一想到上辈子穷途末路，眼睁睁地看着父母从病房的窗户跳下去，我却连收尸都不能。我手下的动作就只会更快。拆完这些，我又从仓库里找到了另一堆落灰的零件。这是我赛车的最初版设计，已经绝对称得上完美。但对赛车的热爱让我在梦里依旧想着如何做到最完善，才有了如今用上的这版几乎没有弱点。虽说云君墨偷了我的装备，可我的实力摆在这儿，他就算坐火箭也难赢我。不出几分钟，我就完全装好了，比之前改动了一点，整体的性能却提升了一大截，如同一只豹子，时刻准备蓄势出击。喜悦之余，我把新数据都给胡毅发了过去。事发如此突然，而且这次全程只有我一个人在车库，就算他云君墨雇了神偷，也没办法照抄。我才刚松了口气，脸色苍白的胡毅就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，我顿时涌起不好的预感。就听胡毅说，云君墨在网上发布了他最初的想法，数据和咱们改装后的一模一样。不可能！我冲上前夺下手机，屏幕上云君墨遗憾地说道，其实最开始做到这一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可以了，已经很完美了，可不知道谁把其中最关键的零件偷了。没办法，我就做出了如今这版更完美的。再刷新官网，云君墨的赛车数据赫然变成了新的。
底下的粉丝的夸奖一句比一句夸张，而我的脸色却愈发苍白。怎么可能？这一版的零件有很大一部分，甚至是我回乡下的时候找到的，那种东西早就不在市面上流通了。就连我也拿着打磨润滑了不下几个月，才终于成功了几个，挑了其中表现力最强的一个。而闲置的这段时间，它正巧被漏下的雨水磨圆了棱角，与机械完美咬合。要达成这一系列条件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云君墨手里的这个，偏偏是我完成度最好、效果最完美的这个，连数据都是惊人的完全一致。我打开车前盖，小心翼翼地把那个零件拆下来。小小的一个，在我手心散发着滚烫的瘟疫，会是它吗？爆炸的源头。上辈子为了打磨它的日日夜夜和最后空荡病房里的咒骂，一起在我脑子里回荡。我攥着它，沉默地走去火炉旁，在工人惋惜的目光中，用力将零件扔了进去。听着它融化的声音，我毫不犹豫地钻回了车库。这辈子我只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一条路。胡一目视我做完这一切，眼眶里已经含了泪。毕竟现在我唯一能用的2套装备全被我亲手毁了。秦哥，现在怎么办？我接过手机一看，果然已经有粉丝冲进我的评论区，疯狂地帮云君墨来放狠话。不是很狂吗？君墨全部都公开了，你不公开是觉得自己的水平比不上吗？那赶紧退赛吧。之前比赛这个秦里的风格就跟君墨很像，不会是一路抄上来的吧？结果发现这次要公开数据，慌了。几个粉丝飞快地敲定了我的罪名，而我却盯着好几天没搭理过我的女友，忽然给我的消息沉思：别研究那堆机械零件了，今晚陪我出来玩吧。我并没有告诉过他我现在在干什么，而他知道我赛车前需要专注，从没在这个时候跟我聊过天。而这次他却难耐地给我发了一连串消息，找不同的理由要逼我走出车库，甚至发来一条带着哭腔的语音：秦里，放弃吧，这样下去你会死的。而我只是合上手机，轻笑着对胡毅说道：没事，还有时间，我再做一趟。深呼吸，手机免打扰，我坐回工作台前，根据找到的零件从零开始绘图安装。这甚至可以说是我做过的最简单的一套，只用了2个小时就完全竣工。一边整理数据发给胡毅检查，我一边点燃了烟整理思绪。表面上看，这套顶多算是中等水平，有钱的富二代用来入门玩的。可我改变了其中最关键的一部分，这辆车表面上是新手机，实际因为我的改造，只要上了专业的跑道，就能将性能在一瞬间提升到最高。这种方法是我最后在病床上折辱的10年里呕心沥血想到的，足够危险，但成品绝对华丽。云君墨不会有我的经历，更别提能看出其中的奥妙了。谁料下一秒我就刷到了云君墨团队发出来的福利。最近我们听说有喜欢君墨的宝宝也想入坑，君墨专门在比赛前为大家出了这一款新手专用，有想法的可以冲哦。我双手在看到这一行字的时候就已经颤抖起来，就连胡毅发来的消息也不敢点开。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我刚做出来，下午还在外面潇洒的云君墨立马就也做出来一套，就连功能优势都与我想的一模一样。死死攥着拳，我点开具体数据，一样，全部都是一样的。可我心里还残存着一丝希望，只要云君墨没有发现最关键的部分，比赛时继续用我上一版的车，我就能彻底洗白自己身上的嫌疑。思及此，我毫不犹豫地点开了官网，数据在眼前一闪而过，下一秒它居然显示正在维修。砰！胡毅一拳砸在墙上，怒不可遏。该死的云君墨，肯定是他又想耍手段。上传后就不能再改，他云君墨就能让主办方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开后门都没人管，老子这就去找人干他。我阴沉的从满地的零件里抬起头，不行，主办方得我亲自去找。现在是10点24，想要继续比赛就得在1个半小时内解决这一切，完成报名，联系主办方，等待网站维修，拿出云君墨偷我数据的证据，找回公道，都需要时间。可比赛等不了我那么久。深吸一口气，我坐在驾驶座上打着了火，时间紧迫。现在的我只能去赌一个可能性，那就是云君墨没办法完全偷走我最终的产物。如果我赢了，那我只要用这辆车就能彻底证明自己的真正实力。而在此之前，我必须排除最后一种可能性。上辈子开上跑道时突然炸毁了车身，咬紧牙关，我狠狠踩下油门，车瞬间如离弦的箭一般飞了出去，而我的心也在这一瞬间被提了起来。不对，几乎与这辆车同吃同睡的我，在一瞬间就察觉出了不对。虽然仅有几毫米，但车身整个都在往左，准确说是驾驶座的方向偏离。这在赛车中是大忌，并且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左前方车轮跟地面直接划出了火花。我心中暗骂一句，纵有千般不舍，还是在千钧一发时猛地打开了车门，整个人纵身一跃跳下了车。也就在我离开驾驶座的同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带着的热浪将我整个人卷出10几米远。
打了几个滚，我才重重摔在地上，顾不上自己满身的伤，我猛地抬头朝着爱车的方向看去，烈火熊熊，狂风阵阵，我的车炸了。许久，我才终于从这场意外中回过神，左侧大半的身体都因为在地面上蹭过而变得血肉模糊，和背后的冷汗交织在一起，痛一直往肉里钻。可奇怪的是，刚刚经历了一场爆炸的汽车，此刻竟然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。只有半掩的车门提醒我，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实。我刚从上面跳下来，我的拳头攥紧又松开。女友的那句“会死”还在我脑海里拼命回荡，是要命还是为自己的理想选择拼一把？我的选择永远只会是后者。思及此，我毫不犹豫地喊来胡毅帮我进行简单的包扎，接着不顾他的阻拦，一瘸一拐地去了酒店。10点50，主办方的房间灯火通明，不时还传来打牌激动的喊声。我侧耳听了一会儿，便确定云君墨也在里面。难道是主办方透露给他的数据？可只有第一次，我的车经历过主办方的检修啊，之后的2次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现在想这些也是无用。我当机立断敲响了门，可连着7、8次还是无人回应，打电话也不接。我直接豁出去，到云君墨评论底下喊话：云君墨，你一篇数据改了3次，哪个资本这么护着你？你不如直接跟主办方要奖杯算了。这一下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就算他们删得飞快，也拦不住被截图传遍。可我的问话不仅无人在意，还被 P 成各种表情包，大肆传播。哟，知道自己技不如人急了？破防哥，笑死我了！没见过这么上赶着当小丑的。你看我云哥理你不？我却通通没有理会，因为我面前的门开了。主办方抱着电脑笑得和善。云君墨的数据只提交过1次，就是在开赛的第1天。反倒是你，这么长时间都没给出一个结果，是江郎才尽了？没关系，回去再练练，以后还有机会吗？他这几句话都被云君墨如实发去了网上。看着滚动的评论，我知道自己这次真的没有半点退路了。幸好这几次数据的变化我都有记录。我当即翻出那2张照片递到主办方眼前，谁料他才瞥了一眼就笑了。就3张网站正在维修的照片，就成了你污蔑云君墨的证据了。云君墨嘴角挂着自信而笃定的笑，不知何时打开了直播，镜头对准我道：秦力哥，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但就这么咬死我不放，也不可能让你感到放松，你说对吧？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屏幕，真的只有一行网页正在维修中，只觉脊背发凉。飞快点进他的直播间，希望那些手快的粉丝能放出当时的截屏，可只有辱骂。想影响疯了？我看就是抄袭狗抄不着数据集了，咬人咬到这地方来了。这哥还生活在原始社会呢，亏我以前还因为他的技术粉过他一段时间，现在看来估计也是炒作炒的。退钱。他这一身血怎么回事？不会是现在才开始想着练吧？我手抖的连手机都拿不住，可落在那群人眼里就又成了心虚，变着花的辱骂劈头盖脸朝我砸来，越是掩饰就越有问题。所以我并未退缩，直直地盯着主办方，要他给我一个解释。云君墨能给你什么？让你把网站搞垮都要护着他？大家想看的是一场公平的比赛。就在这时，云君墨善解人意地笑了笑。既然秦理哥非这么想，不如就一起等网站维修好，让大家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吧。我搞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没搭理他，只死死盯着主办方。好了，技术人员却忽然抱着电脑走了过来，把屏幕转向我的方向。云君墨提交的数据赫然是我最新的一版。那一刻，我浑身血液都随之逆流。你自己看看，他这都改的第3遍了。谁料主办方眼神诧异地看着我，秦理，你到底懂不懂规则？在时间结束之前，每人都只能提交一辆自己要上场的车的数据。他故意把“一辆”2个字咬得极重，讽刺我不懂规矩。评论里飞快地接收到了他这个信号，骂我的话一条接着一条，看得云君墨的嘴角连压都压不住，看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主办方冷哼一声，示意云君墨关掉直播。我抿了抿唇，却始终想不通是为什么。主办方却看出了我心中所想一般，讥讽地补充了一句：你看过合同了吧？像你这个量级的赛车手，中途想要退出，可是要付违约金的。我最后冷冷看了他一眼，没回答这句，转身离开。能玩得起赛车的，本身就不会是多普通的人，只不过主办方选择了云君墨这条大腿罢了。而这种被玷污的比赛的奖杯，我也不需要。我轻笑一声，扔了烟，接通胡毅正好打过来的电话。没等他安慰我，先开口道：这次我要退赛，顺便换辆新车。谁料此话一出，电话对面的胡毅还没什么反应，门口竟忽然冲进来一个人，紧紧地抱住了我。秦理，不行，不能退赛。许直巧。诧异之余，我心中只剩了无尽的冷意。你在这干什么？许直巧扯出一个笑容，哀求地看着我。秦理，我们都要结婚了，我就不能来看你一眼吗？只这一眼，我就辨认出来，他也重生了。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作为男友，我给她买了所有想要的东西，把她宠成高贵的小公主。作为未婚夫，我因为她一句担忧，将婚礼延迟了2年。
我自认没有半点对不起他，可他呢？我抬手便甩开许之巧，不想跟他过多纠缠，可他却再一次狗皮膏药似的缠了上来。秦离，你不能毁了这辆车！我看着他挂着泪珠的委屈面庞，心中再也忍无可忍，抬手便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许之乔哪被我这样对待过？他一只手捂着脸颊，眼里满是不可置信。我冷笑一声，抬脚继续往车库走，许之乔却再一次追了上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心中积压了一整天的烦躁终于在此刻爆发。我愤怒地盯着许之乔，而他惊恐地向后缩了缩，语气却还是坚定的：你必须上场。我几乎被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气笑了。之前让我别跟云君墨纠缠的也是你，现在让我必须上场的也是你。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和云君墨这么耍我，很有意思吗？说罢，我再也不给他任何机会，飞快地关上了车库的大门。砰砰砰！许之巧在外面疯狂地砸着门，可就是不告诉我实情。而我在一片黑暗中拿出了打火机，扔向车时，我略微犹豫了一下。我想起了很多东西，有和许之巧的甜蜜时光，也有开着她在赛场上恣意的画面。可曾经的那一切都随着云君墨的出现烟消云散了。在四周接连不断的恐吓声中，我把打火机扔向了汽车，火光在一瞬间卷起几人高。我站在伤不到自己的地方，静静地看着车身被烈焰吞噬。11点，很难否认，我的心里还残留着一线希望，希望能从火堆的废墟里发现能一击制胜的秘诀，光荣地站在赛场上，但都没有。火光足足燃了20分钟，也没有减小的意思，反倒像张定格了的照片停在原地。我心觉不对，赛车的2次爆炸还在我脑袋里回荡。我坐在车上，缓缓将油门踩到最死，再然后车身发生了偏移，我忽的整个人仿佛被雷击中一般，穿过浮在空中的零星火种，冲向了一旁的消防栓，喷出的水几秒钟就控制了火势，而下一刻出现在我面前的竟然还是一辆完好无损的车。这已经不是科学能解释的范畴了。我忙不迭打响了胡毅的电话，老胡，你去帮我看看云君墨的车，快去！胡毅还在为我上一通电话赶伤，得了我的命令却飞快地转换到了工作状态，没2分钟就给了我回音。啥事儿也没有，但就是我看着越来越像你的那辆了，连车身也是。我死死地咬着牙，车身呢？你摸摸，好烫。胡毅刚伸手还没碰到车，先是一阵哀嚎，就连手机都摔出去老远，我的心脏却越来越沉。真的是这样？那我的车无论如何都毁不掉了。谢谢。我挂了电话，抽起今晚的第3根烟。这样的好车就摆在我面前，我不仅不能用它驰骋，还得看着别人用它夺冠，可真是……我苦笑着思索了一会儿，再次拿起一旁的喷水栓给车身降温。在降到人体能够承受的温度时，我掀起了车前盖。这次我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我拆下了车里的2个零件，普遍到随便找家5金店都能淘回来一大堆的那种，却也是赛车里必不可少的2个。放在手心里掂了掂，我勾唇合上了车前盖，再次点开了那个网站，时间刚好停在0点整。本该公布比赛更多细节的网站再一次卡进了正在维修的页面，不一会儿就修好了，只有云君墨赛车数据那一栏是乱码。再一刷新，整个网站又去维修了。我好笑地看着这一幕，这是自然，我的车缺了最关键的零件，就连正常行驶都做不到了，怎么测数据？许多关注赛事、关注我和云君墨争执的网友们纷纷注意到了这一幕。什么情况？我截屏了，就君墨的数据出了问题，主办方怎么回事？我们君墨哥哥可是最有望夺冠的新星，站在赛车界顶端的天才，你们这样明晃晃的黑幕就不怕被爆出来吗？这一句句斥责看得我连笑都忍不住了。主办方连我都不管，怎么可能搭理这群自以为是的粉丝？果然，这一条条消息发出去，就如同石沉大海，不仅没有回音，就连评论本身都被删了个干净。粉丝眼见从主办方这里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消息，干脆转战去了云君墨的评论下面。哥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的团队呢？赶紧解决呀！这场比赛含金量这么高，可不能让一些小人见缝插针，拿走本属于你的东西啊！我悠闲地看着云君墨的头像亮了又暗，却连一条消息都不敢回。原来看别人自乱阵脚这么爽。我轻笑了2声。云君墨，看你现在这么忙，我是不是也该添一把火啊？也不管云君墨究竟是怎么想的，我慢悠悠地点开了直播。大多从云君墨那儿得不到结果的网友都涌进了我的直播间，可一进来就只看到了屏幕正中的那辆白色赛车。秦理，你开直播就是为了让我们看你的赛车？云君墨呢？你让主办方公然这么排挤云君墨，是觉得自己的后台天下无敌了？我看着一条条刷过去的弹幕，并不着急说话，反而拿起一块布对着自己的车到处擦拭。别擦了，赶紧看看评论吧，哥。看我完全没有理会他们的意思，那群叫骂的人反倒自讨没趣，不再张嘴。而云君墨的死忠粉太过迫切地想知道他们哥哥的真实情况，竟然开始给我刷起礼物了。听到声音，我这才走回屏幕前，却依旧不理会刷过来的弹幕，只是翘着2郎腿玩手机，
无所事事地说道：“我已经决定退赛了，那赛程全部就都与我无关了，你们也不用来问我。”眼看那帮人急眼又要开骂，我毫不在乎地继续说道：“但我的直播不会关，这辆车最关键的2个零件被我拆下来了，就在我的手里，麻烦各位帮我好好看着车，别让什么小偷进来给我毁了。”我这话其中深意太过明显，评论区都停顿了1秒，接着便开始猜测我说的究竟是谁。哪怕所有证据都指向云君墨一人，还是有好多粉丝在嘴硬，我却已经闭着眼睡着了。养精蓄锐之后，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。果然，网页又崩了整整2个小时后，我的车库门被人狠狠砸开，云君墨提着把斧头，满脸怒气地闯了进来。那群粉丝哪见过自家哥哥如此凶神恶煞的模样，惊得连评论都发不出来，只能通过刷礼物的声音把我吵醒。我缓缓睁开眼睛，盯着云君墨笑了。云君墨，你明天不是还有比赛，到我这儿干什么？云君墨脸色青黑，却怎么都想不到反驳我的话，只是转头看向了我的车。明明是辆好车，就跟到你这种人手里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，赶紧把零件给他装回去。看见云君墨这副冠冕堂皇的样子，我装都不用装，指着他大笑起来。你也说了，这是我的车，我是烧了、砸了、毁了，都跟你没关系。况且，你凭什么说我藏在车库的车缺零件？你千里眼？瞬间，听完我这句话的网友们又要顺着云君墨的意思来攻击我。可这次声音小了许多，因为已经有一大部分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不对劲儿。对呀，本来就是秦理的车，关云君墨什么事儿啊？但赛车手毕竟跟车都是有感情的，这样不就相当于在侮辱赛车吗？还怎么跟他一起上场啊？云君墨咬牙切齿：“我看了你的直播还不行吗？”看我事不关己的样子，他再也忍无可忍，抓起我的手机就往地上砸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直播啊？可不料我的手机在地上弹了几圈，安稳的躺平，正好倒映出云君墨气的通红的脸。这是云君墨，他的粉丝里有极大一部分都是冲他精修后的脸来的。这突然见到现实中的云君墨，直播间顿时跑出去一半的人。粉丝流失的同时，云君墨像被抽干了精气似的，脸色也白了一圈。秦理，我不想跟你废话，赶紧给我把车修好。这下云君墨连直播都顾不上了，提起斧头指着我，就想要威胁我，而我却眯了眯眼。我拆掉的都是最简单的零件，你手上备用的应该也不少，为什么非要我亲自修？你碰不了我的车。云君墨显然无法回答我这个问题。僵持中间，门外的许直巧跑了进来，他张开双臂挡在我面前，警惕地看着云君墨。我忽然觉得这一幕有些好笑，懒得再跟这俩人演戏，重新把手机摆回他原来的位置，躺在一旁的椅子上继续睡觉。回去吧，明天一切都结束了。云君墨恶狠狠地瞪着我，最终还是离开了。我结结实实地睡了一个安稳觉，再睁眼，我拿起冲了一碗电儿滚烫的手机去了赛场。明明我已经迟到了1个小时，可比赛竟然还没开始，空气中都弥漫着些许僵硬的气氛。见到我，主持人才终于激动地招招手，一上来却是质问：“你为什么要毁掉自己的车？你烦不烦啊？”我冰冷的声音在整个赛场传开，在场众人的脸色都说不上好看，却也不敢怎么样。休整了一夜的云君墨重新挂上了笑，他死死盯着我：“秦理哥，没了你我才发现会当凌绝顶的滋味也不是那么好受。人这一生总是要有对手的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希望你能重新站回到这个位置上。”不等旁边人做出反应，我先冷冷一笑：“别说那些有的没的。云君墨，你车呢？”云君墨的脸扭曲了一下，很快又恢复原状。我说了，没有你，这冠军拿的也没半点意思，还不如不比。我在此宣布，我云君墨也退赛。闻言，我勾唇冷冷一笑，旋即拿出比赛章程的单子。好像不行哦，这里有个霸王条款，一旦参与不准退赛，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。如果没猜错，这条规定最开始是给我设置的，就为了让我站在跑道上替云君墨炸死全部的竞争对手。谁料我不按套路出牌，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就先行告退，他们顶多死缠烂打的跟我要点钱。至于人，我又不蠢，看到这张纸的一瞬间，云君墨的脸就沉了下去。我的车已经不在了，我现在比不了，这是特殊情况，应该特殊对待。怎么能让哥哥没车呢？我老胡这不就给你送过来了？一辆白色的车被抬到了跑道上，可现场却是一片哗然。昨晚直播里我们看了一宿，连灰尘都背下来了。可这些人是云君墨的保养团队，哪有道理去动秦理的车啊？你看右前胎那道1厘米的金色划痕一模一样。昨天秦理不是拆了2个零件吗？把车盖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云哥，真的缺2枚零件，跟秦理昨天直播拿掉的。我笑眯眯地看着云君墨，主持人眼疾手快，把麦克风递了过去，百口莫辩的滋味怎么样？云君墨身体都剧烈地颤抖起来，整个人更像是失血过多，连眼睛都失了焦。
只有嘴唇翕动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秦理，凭什么？明明系统在我身体里，明明我复制你的车的全部过程都没有任何人知道，你为什么还能发现？明明只要你乖乖站上跑道，在发车的一瞬间把人都炸死，我就能。因为你本身就是个废物，只会复制粘贴，躲在从天而降的异能后面，就以为真能掌控世界了。2辈子经受过的苦楚，一起在我脑海打转。我的兴趣只有驾驶属于我自己的赛车。当初为了不继承家业，我完成了父亲定下的21目标后，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赛车。可就是这样的人，却被云君莫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个借口，逼得家破人亡。甚至我捐出去的全部遗产都被你云君莫夺去，大大方方娶了许志乔为妻。那我的那几年到底算什么？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云君莫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的能力强弱是和粉丝数量成正比的吧？现在你的感觉如何？2行血从云君莫鼻腔里溢出来。现在没人敢说我暴力。随着胡毅把全部证据都放出来，倒地昏迷的云君莫身上的全部诡异力量也化为一团黑烟，哀嚎着消散在空中。我发到网上的3张正在维修的截图也又变回了当初的样子，被我证明。更为神奇的是，放在赛场中间的云君莫的赛车就在青天白日下凭空消失，这诡异的一切都让大家莫名的畏惧着。他们巴不得我揍得再用力些，更狠点，甚至让云君莫直接折在当场。这种心思诡谲的人肯定是使了什么邪术控制我们的思想。我也觉得啊，我现在回过头看我当初的评论，简直不像是我自己能说出来的话，太恐怖了。秦力哥，我真的错了，我错怪你了。此话一出，还没断的直播上公然刷起了对我的道歉，我只大概扫了一眼，并未理会，反倒操作着把他们昨天刷给我的钱都打了回去。我用不着，这是实话。我当年随手创建的公司，到现在的盈利都够我开摆一辈子。殊不知，我这样的举动会被热心网友当作全新的霸总标杆大肆传播。我只是看着再次挡在我面前的许知巧，关了直播，叹了口气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许知巧听见我的话，眼眶瞬间一红。我知道你也重生了，我上辈子被云之墨威胁了，我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，云之墨逼我拔掉你的氧气管，不然就让我们2个死无全尸。这辈子我做的这一切，也只是想救你。我懒得去辨认他眼底的情绪究竟几分真几分假，我只是轻轻点了点头，毫不在乎地继续往前走。而许知巧的泪在与我擦肩时控制不住地往下落。秦理，你还会娶我吗？我脚步未停，直接走出了赛场，这就是我的回答。因为突发事件，赛程延误了2个月，在这期间，我新改造了一辆优越的赛车。想起之前云君墨的所作所为，我笑着把之前赛车的数据毫无保留地发到了网上。有钱的自然可以跟着我的教程做出顶级的跑车，而我也会偶尔发布些抽奖，送出我亲自做好的赛车。就这么过了2个月，主办方也足足求了我2个月，您要是不参加，我们就把活动一直延后到您愿意参加。我也不是什么以折磨人为乐的人，松口重新踏上了赛场，结果几乎是毫无疑问的。遥遥领先的行驶到终点时，我推开车门，享受着迎面吹来的微风，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一切。新的女主持人激动地跑到我面前，采访我对这次比赛的感受。我在一群小姑娘通红的脸颊中轻笑一声，无非是把真相还给真相，把奖杯还给冠军罢了。